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先生。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隱藏攝像頭這些事兒。因為我們在 YouTube 上經常能看到一些通過隱藏攝像頭抓拍的一些鏡頭啊、攝影啊。在中國國內，大家都知道隱藏攝像頭是無法購買的。比如說你在拼多多、淘寶上，你去搜隱藏攝像頭，基本上是什麼結果都沒有。而且中國的法律呢，也不允許去購買隱藏攝像頭。但實際上，法律上是這麼規定，但實際上若想購買的話，還是非常方便的。當然，購買之後呢，只是一些零配件，然後來進行組裝。比如說，今天我手上带了一個腰包，實際上這個腰包就是一個隱藏的攝像頭。大家如果說離這麼近的話，應該是看不出來的。如果說離近一些，甚至你也是看不出來的。那一會兒我來拆解一下，如何我們來通過怎樣的渠道來購買素材，然後組裝成一個隱藏攝像頭。但這個視頻的主題呢，是讓大家多了解一些知識，然後同時呢，在需要隱藏攝像頭來取證的時候呢，能夠對你有幫助，而不是讓你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。感謝大家，接下来我来拆解一下。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摄像头藏在哪裡了吧？其實就是藏在這裡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把這個腰包打開，我們看一下都有什麼。一塊電池，然後一個攝像頭就可以了。說白了，我們要買的兩個物件就是一個它，一個它。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電池組，來給這個攝像頭來供電的。那麼，首先我們這個攝像頭在哪裡買呢？我們在某寶、某多多都能買到，只要我們去搜索無人機攝像頭模組，就能找到它了。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，一般都是在中國的廣東啊、深圳啊。我們買到它之後呢，這裡面它就是有一個是 Type-C， 一個充電口的一個入口，然後呢支持一張存儲卡啊，當然存儲卡也需要買，但這個就是小事情了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買到它之後呢，因為我們還需要充電，所以說呢，我們還需要買這樣的一個電池包的模組。這一個攝像頭的話，它像素呢並不太高。我講解完之後呢，會把它的一個樣片呢發出來給大家看，感受一下。這個攝像頭是40塊錢左右，當然價格不等啊，也有100多的，但我建議大家來玩一玩，40多塊錢就完全足夠了。它能夠拍攝1080P 的視頻啊，也有720P 的視頻，就跟大家買的設備有關。同時呢，它也有這個錄音的一個功能。同時呢，買到這個之後呢，然後呢，商家呢也會給咱發一個 APP 啊，這個免費的 APP 啊，我們登錄之後呢，就能夠通過聯網的方式，讓攝像頭和手機組合起來，能夠用手機來控制攝像頭的一些參數的設置啊，查看實時錄像的一個效果。這個電池的模組呢，就是說我是買了2節電池，這個電池是4000毫安的，其實買2000毫安就足夠啊。也就是說，這個電池的話，價格應該在20塊錢左右。所以說，你組裝這兩個全部加下來60-70塊錢就完全足夠了。其實買這個一組電池就可以。我曾經嘗試過，它倆在一塊錄制的話，基本上是錄制24個小時，這個電是完全夠用的，還是一直有電的。我認為可以用3天吧，它都不會沒電的。所以說，這個耗電量是非常小的。存儲卡呢，大家用16G 的可以錄1天了，基本上也。然後它還支持循環錄制的，然後也可以去設置日期。那麼如何來使用呢？我們使用起來，這個電池這裡呢是可以給電池充電的，這個是供電的。供電的把它倆連接在一起就可以了，插到這上面，這樣它就開始自動的運作起來了。
第一次的時候呢，我們会商家給的 APP 上，我們還需要联網。联網的话，这藍燈會閃，然後呢，我們通過類似於買小米攝像頭一樣，尋找到這個攝像頭標誌，然後點擊連接就可以，就能控制它了。這一塊我就不演示了，因為這是比較常見的嘛。目前智能家電都是一套的這個聯網和手機連接的一個模式。那麼這個東西我們有了之後呢，實際上，那麼我們就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小包來去組裝它。比如我這樣的一個小手包，那麼之前呢，它自帶一個這個耳机孔啊，我稍微剪了剪，正好露出個小洞。這個攝像頭實際上是非常的小啊，連1厘米都不到。那麼直接通過這個洞放到這裡的話，那麼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基本上是很難看出来的。那麼我们这後邊呢，我就很簡易，用一個粘貼粘上就可以了。如果說大家常用的話呢，甚至可以說用線稍微縫一下。這個膠是我家裡找的閒置膠做的啊，是原裝是不帶膠的，這個膠很好找。你看就很完美了，然後把它穿塞進去就成了。這是我們移動隱藏攝像頭就弄好了。那麼有一些固定攝像頭啊，像一些非法做的，做探花什麼的，那就更簡單了，弄一個這個紙巾盒往裡一塞，還有一些傳感器什麼的都非常的簡單。像還有一些用這樣的挎包、背包挖一個洞進去之後呢，也是一樣的去設置，也是非常的隱蔽化，大家可以看見，基本上什麼也看不出来。所以說，這種攝像頭，國家雖然不允許，但實際上要做它，實際上非常的簡單。各大平台呢也不斷在賣，只是沒有人去賣這種組裝在一起的。組裝在一起就是一個，這個最好呢都在國內買，因為一開始啊，就是說我對它感興趣的時候呢，也在那個亞馬遜上等搜索啊，在做電器這一塊還是我們中國太厲害了，這個東西都很便宜，在亞馬遜上啊，國外的一些商城啊就非常的貴了。我剛剛就把如何購買攝像頭的素材，如何組裝隱藏攝像頭的一些小技巧，就給大家講完了。實際上呢是非常的簡單。這個攝像頭呢，它如果說有缺點的話，那就是它這個像素大部分都是比較低的。當然也有一些高端的，大家可以去謹慎去購買啊。高端的就好幾百塊錢就比較貴了，這個東西沒有必要，大家就是取正像素低一點，完全足夠了。第二呢，然後它在走路的時候呢，因為它不防抖嘛，晃動起來也是非常的嚴重的。然後呢，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我拍攝的一段小樣片的一個效果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馅餅韭菜雞蛋的有嗎？你看這種效果就是像素很不清晰，畫面抖動厲害，但它的收音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。大家感興趣的話呢，可以來組裝試一試。在遇到一些需要取證的情況下呢，然後又不方便拍攝，那麼非常適合用這種攝像頭。感謝大家，如果大家喜歡的話，歡迎點讚和關注，我們評論區一起交流。拜拜。